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最新一期的善灵狼灵。我们就先从最简单的特殊属性开始说起。狼灵左边的特殊属性会使己方全体武将对异性武将造成的伤害提升20%，右边的特殊属性则会使己方全体武将受到异性武将攻击时免伤提升20%。这两个特殊属性都是女团玩家要优先激活的，至于非女团玩家，只有以女性为主输出的队伍，比如关银屏的属控，需要优先激活。至于其他非以女性为主输出的队伍，则不需要着急着去激活这两项特殊属性，除非你经常遇到很硬的女团，真的打不过才去优先提升。接着就让我们来看狼灵的出战技能。狼灵在开场会使敌方站位最靠前的武将灵宠免伤降低，这是续鲲鹏主战、水猴子主战后又一个专门设计来打1号位武将的东西，只不过这次从灵宠变成了善灵。前两个灵宠中，鲲鹏主战是打不了 SP 吕布了，水猴子主战虽然能行，但因为助战功能太强太好用，这时候把水猴子拿去当主战，只专门用来针对吕辽就太不划算了，所以也没有人会将水猴子拿来当主战使用。由于 SP 吕布的吕辽队在陆服过于强势，为了治一治如日中天的吕辽队，于是策划才又祭出了个狼灵出来。你可能会觉得现在不用狼灵也能打吕辽，但当时陆服的吕辽队可是有命魂张星辰加持的，命魂张星辰的强度就只有等下一期命魂上线后，大家自己体验过才会知道了。总之，如果一个灵宠不行，那我就再出一个能增加灵宠伤害的善灵给你，这下总该行了吧？这是策划的意图，但最后能不能行，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每一个稀有善灵都会有能增加攻击和防御力的能力，只是它们增加攻防的方式都不一样。狼灵会在我方造成任意神兵或灵宠伤害后，使己方随机武将最终攻击提升，最高可叠加4层。同时也会使我方武将在受到神兵伤害后，提升自身的异常状态免伤，使我方武将受到灵宠伤害后，提升自身的最终免伤，最多可叠加6层。如果只光看技能，我们是很难知道一只新善灵的加成究竟是多还是少的。最简单明了的分辨方式，就是直接拿一只旧的善灵出来做比较。而最适合拿来当比较对象的，自然就是现在出场率最高的雀灵了。我们就以3级的雀灵和狼灵来做比较。雀灵的最终攻击是透过仁义武将普攻命中后提升的，而且每次都会连同同列武将也一起提升，每次提升6%，最高可叠加3层，也就是18%。狼灵的最终攻击一样是每次提升6%，不过就需要造成神兵或灵宠伤害后，才会随机为己方一人添加。不管是添加的速度还是效率，都比雀灵慢了不少。虽然狼灵可添加的上限比雀灵更高，最多可叠加4层，来到24%，但它会需要更长的回合数，才能让最终攻击的收益超过雀灵。而且随机添加一人的方式也会增加很多不确定因素。运气好的时候，也许主输出第1回合就能获得很多最终攻击增益，但一旦脸黑时，也可能整个回合都无法获得增益，非常看脸。由于狼灵是依靠神兵和灵宠来启动增减伤的，所以它对神兵和灵宠的依赖也会比其他队伍更高。若想增加神兵出手次数，现在只能依靠 SP 郭嘉，未来则还有张春华羁绊的 SP 司马懿可以用。不过效率最高的方式还得是助战水猴子才行，所以狼灵和水猴子是绑定的。4星水猴子每回合最多可攻击6次，5星最多可攻击12次。有了水猴子在队，这最终攻击提升的效率就会增加了许多。接着我们来看防御的部分。雀灵是在仁义武将受到普攻时，为自身和同列武将提升6%最终防御，一样最高3层，最多提升18%的最终防御。狼灵在防御端上就比雀灵更高级，因为它提升的是更高级的最终免伤，而且还比雀灵多了一个异常状态免伤提升。
这是一个很稀有的属性，可以用来对抗火烧或由状态所造成的伤害。不过，提升异常状态免伤的方式是受到神兵伤害，每次只提升3%，最多可叠加6层，来到18%。这会比较被动，而且还会叠得非常慢，只要对方把射日弓换成扇子，你就很难叠了。提升最终免伤的部分是受到灵宠伤害，一样是每次提升3%，最多叠加6层，最高提升18%，最终免伤。同样的这个部分，在目前到处都是水猴子的环境下，还是比较好叠的。而且水猴子一次就是打1列，如果面对的是5星的水猴子，叠起最终免伤的速度，并不会输给雀灵。接着来做一个雀灵和狼灵对比的小结，雀灵胜在稳定性高，在短回合的战斗上，收益会比狼灵稳定。狼灵则胜在上限高，只要回合数一拉长，狼灵能给的增益就会比雀灵更多。接着再来看狼灵的6阶天元效果，它会使灵宠释放的偶次数助战技能造成的伤害提升60%，暴击率提升30%。这是礼尚往来，反向的支援了灵宠的输出，而这次获得最大收益的灵宠，自然又是出手次数最多的水猴子了。6阶天元的效果也和最开始的使敌方1号位武将灵宠免伤降低的效果前呼后应，增加了狼灵打1号位的能力。由于这次是将能力放在了善灵之上，所以用起来的效果是比绑死在一只灵宠上要好上许多的。由于神兵已经万年没有更新，所以狼灵的强度更多是看灵宠的使用。只要灵宠的出手次数越多，狼灵的能力就会越强。下一只稀有灵宠香柳也是一只可以多次出手的灵宠，这无疑又让狼灵获得了增强。6阶天元的最后一个技能是用来支援神兵的，它会在灵宠累积释放3次主战技能后，提升主角的攻击力，使主角的攻击力相等于己方当前攻击力最高的武将，若主角的攻击力更高，则效果不生效。主角的攻击力会受天命和时装的数量影响，攻击力越高，神兵的输出就会越高。不过神兵的输出只在新区有用，在老区倒是影响不大。加上需要释放3次灵宠主动技才会生效，所以对大部分的队伍都没什么用。狼灵是一只防御能力比输出能力更突出的善灵，是一只回合能拖得越久，能力就会越强的善灵，所以并不是每一支队伍都适合使用。如果你的队伍没有拖回合的能力，那么还是使用雀灵会更好的。最后来说一下狼灵的抽取建议。对于平民玩家来说，稳定的雀灵一定是最佳的选择。与其把卷拿去抽狼灵，倒不如优先考虑把雀灵补满。如果没意外，下一期的花灵就会开放抽取往期善灵，所以建议平民继续留。至于到时应该抽雀灵还是花灵，这个我们之后再来讨论吧。狼灵只推荐给高战玩家抽取，在目前五子队肆虐的环境下，想玩狼灵的队伍必须具备几个条件：一是要有命魂张星辰，这样才能保住第1回合；二是要有水猴子助战；三是队伍要有能拖回合的能力，不然还是使用雀灵的效果更好。由于台服的命魂张星辰延期了，估计会对狼灵的使用造成一定的影响。撇开这个因素，最适合使用狼灵的队伍其实是 SP 司马懿的神念队和吕辽队，因为这2支队伍都特别能拖，所以很适合狼灵发挥。女团虽然也很能拖，但因为女团本身就被这2支队伍添克，所以即使拿了狼灵也没有用。加上下一支花灵会更适合女团，所以除非是大佬，否则不建议只是为了暂时的用途而去抽狼灵。由于吕辽队最后也会被 SP 司马懿给淘汰，所以狼灵最终就成为了 SP 司马懿队专门用来内卷的高级善灵。因为在需要长回合才能结束的战斗里，使用狼灵的一定会比使用雀灵的更有优势。当然，这必须是满阶的狼灵才能超过满阶的雀灵。另外，未来神兵流的 SP 司马懿队在新区也会很强势，如果你是刚开区不久的玩家，
也可以考虑抽一只狼灵来玩。最后对狼灵的结论就是，想玩 SP 司马懿的就抽，其他队伍可以不用抽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